今天这期影片我会告诉你10个新手在剪辑影片时候会经常犯的错误，这些错误会导致你浪费了很多时间，并且会影响影片的质量。在影片里面，我会分享很多的小技巧，来让你提高影片剪辑的效率，让你做出更好的影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在经营 YouTube 频道之前都没有真正接触过影片剪辑，所以我们在学习影片剪辑的过程中会犯很多的错误，形成一些不良的习惯，这会导致我们在剪辑影片的时候发现效率非常低下。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我们会越来越不感兴趣影片剪辑。在经营 YouTube 频道快1年之后，我也学习了很多影片剪辑的技巧，我的影片剪辑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。所以今天这期影片，我就会总结10个新手经常会犯的影片剪辑上的错误，同时也会分享很多的小技巧来帮助你提高你影片剪辑的效率，来让你享受影片剪辑的过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讲关于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如果你对这种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影片通知了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今天内容。首先，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内容计划，这表现在你没有提前计划好你的影片内容，所以在录制影片的当天，你会不知道这些影片的片段的长度是否足够，你是否需要这些片段，你是否还需要其他的片段。如果你没有提前计划好你的影片内容，你就不知道你在录制影片的当天需要哪些内容，你就有可能会拍摄一些你实际上根本用不到的影片片段，这不仅会浪费你的时间，同时会导致你的电脑里面文件过多，导致你的剪辑软体处理速度过慢。所以在录制影片之前，你一定要提前计划好你的影片内容，你需要哪些影片片段，你需要哪些 A-roll、B-roll， 这样会节省你很多的时间。第二个错误，没有整体的思路。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在录制完影片之后就直接开始剪辑了，他们并没有影片的整体思路。你希望观众在看你影片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制作这部影片？你希望观众在看完你影片之后会做些什么？当你在开始影片剪辑之前，你能够思考清楚这些，你就能够在影片剪辑的时候始终保持这个整体的思路，你能够始终知道你需要观众在观看你影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情，他们会有什么反应，这样会很好的把握住影片的节奏感，来提升你影片的质量。第三个错误，没有好的影片剪辑流程。我在刚开始影片剪辑的时候，我的第一步就是调色、调节音量，这其实不是第一步就需要做的。你需要首先确保你影片文件的完整度，是否有足够的影片文件，同时这些影片的文件是否有缺陷，是否能够让你做好一整部影片。调节影片的颜色、调节音量虽然是很重要的一步，能够很好的提升影片的整体质量，但是这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候需要做的。同时，如果你在刚开始影片剪辑的时候就把这些效果都运用上了，你调节好了颜色，调节好了音量，就会很大影响你影片剪辑软体的处理速度，这会大大降低你影片剪辑的效率。所以有一个好的影片剪辑流程是非常重要的。例如第一步，你需要导入你的文件，第二步，你要把你的文件导入到剪辑区里。今天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，这份攻略里面有包含你在影片剪辑的时候需要的所有步骤。如果你能够在影片剪辑的时候跟着里面的步骤一步一步做，会给你节约很多的时间，并且给你减少很多的麻烦，会极大提高你影片剪辑的效率，并且提升你影片的整体质量。我会把下载链接放到底下的评论区，大家可以去下载。第4个错误就是缺乏文件管理。不知道大家在平时剪辑影片的时候是如何管理文件的，是否有一个好的安排，能够让你快速找到你想要找的文件。我以前的习惯是建立一个大文件夹，然后把所有类型的文件都放到里面，并没有进行分类，这会导致我之后想要再找一个文件的时候，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，因为我并没有进行合理的分类。所以我建议大家给每一类的文件都建立一个专属的文件夹，例如 A-roll 一个文件， B-roll 一个文件，素材图片一个文件，音乐一个文件，这样你在之后想要找一个文件时，你就可以先去它的类型的文件夹里面找，这样你就能够非常快速的找到你想要的文件。如果你有你的剪辑师，或者你有团队来帮你做剪辑，有一个好的文件管理，能够让大家都提高效率，减少很多错误。第5个错误就是不学快捷键。快捷键的使用能够提升你影片剪辑效率好几倍。有一些我们在影片剪辑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功能，如果你没有记住它的快捷键，你的效率就会非常的慢。例如如何剪切、如何播放、如何快进等等。
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去花时间去记住一些快捷键，最极大的提高你剪辑影片的速度。如果你使用的剪辑软体是 Filmora， 你可以在名称底下找到快捷键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所有的快捷键，并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修改快捷键，或者你可以谷歌搜索你使用的剪辑软体它们的快捷键，就这些快捷键能够极大的提高你影片剪辑的速度。第6个错误就是使用不适合的音乐。音乐的使用能够赋予影片一种情境感，好的音乐使用能够提升观众的观看感受，但是如果使用不适合的音乐，就会给观众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因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个情境要配上这种音乐，会让他们觉得很疑惑，觉得很奇怪。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使用的音乐音量太大了，这让观众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，这会影响观众的观看体验。所以回到我们最初提到的，你的影片想要给观众什么样的感受，你想要让观众在观看你影片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心情，结合这些，你再配上合适的音乐，配上合适的音量大小。如果你想知道哪里去找好听的无版权音乐，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部影片。这部影片里面有介绍几个网站来让你去找好听的无版权音乐。第7个错误就是过度的剪辑。过度剪辑就是你把很多不需要的都剪去了，例如很多呼吸的停顿，例如很多自然的过渡，你都剪去了，这会让你的整部影片显得很不自然，观众也会看得很难受。所以这里建议大家保持简单，把错误的部分剪掉，把呼吸太长的时间剪掉，把停顿太久的部分剪掉，能够把这些都去掉就已经足够了，这就会让你整部影片都显得很自然，很舒服。同时过度剪辑还体现在你加入了太多的元素，太多的效果，这会让你的影片没有重点，观众无法专心观看你的影片内容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影片隔几秒钟就跳出一个图片，跳出一个音效，跳出一个元素，就会让观众无法集中注意观看你的影片，这不会给观众一个很好的观看体验。第8个错误，没有使用标题文字。在影片里面配上一些标题文字，会让观众知道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信息，同时这些标题文字也是影片的重点。我之前也有在影片里面提到，这是一种模式中断的方法。如果你的影片里面没有文字标题，这会让观众慢慢觉得无聊。当你的影片里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文字和标题跳出，这就会给观众一种新的刺激，会让他们想要看接下来的内容。所以利用好标题文字能够让你增加影片的有趣程度，会让观众观看更久的时间。第9个错误，错误的使用转场和特效。我们在剪辑影片的时候都会加入一些转场和特效，来让我们的影片显得更高级一些。但是我有时候在看一些 YouTuber 的影片的时候，会发现他们使用的转场和特效根本不符合逻辑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使用这样的转场特效，会让人觉得很困惑。如果你的转场特效没有使用正确，会影响你的整部影片，会影响观众的观看体验。每一种转场，每一种特效都适合于特定的情境、特定的场合下。所以当你要使用一种转场特效时，你需要想想这个转场特效是否符合这样的情境，会给观众什么样的感受，是否和你想象中的一样。第10个错误，没有备份文档。很多人都是一个文档从头做到尾，并没有任何备份，这会导致如果有情况发生，你需要回到某一个阶段，就很难回到那个阶段，你只能从最初的文件里面找到你想要的内容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完成某些阶段的时候，你可以备份你的文档，这样如果有情况发生，你需要回到某个阶段进行修改，或者找到相关的信息，你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。在剪辑影片的时候，会有很多突发的情况发生，所以有个备份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放心。希望这期影片和大家分享了10个新手常犯的影片剪辑错误，以及分享了一些提高技巧，能够让你提升影片剪辑的效率，能够让你享受影片剪辑的过程。大家可以通过我在评论区的链接去下载我准备的高效影片剪辑攻略，这里面包含了所有你在影片剪辑的时候需要的步骤，能够让你在剪辑影片的时候更有条理，更有方法。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为我点个赞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同时关注我的 IG， 那也会分享更多不一样的内容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